1942年，一篇小说登上了科幻杂志的头条。它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在面对保护人类与执行命令之间的矛盾时，发生了崩溃。这是人类第一次提出，如果机器真的聪明，它会不会做出我们无法控制的决定？这篇小说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至今仍是 AI 伦理研究的根基。而作者是个戴眼镜、圆脸、语速极快的化学博士艾萨克·阿西莫夫。他不是先知，却预言了整个 AI 时代的两难。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存在，但不得违反前两条。这三条写进小说里的规则，成了无数现实科学家的研究原点。从终结者到机械公敌，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助手，每一次技术伦理难题都在回想阿西莫夫的提问：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了会思考的机器，人类准备好了吗？大家好，我是 Stone。 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阿西莫夫预言了 AI 的未来，而是他如何用写小说的方式把整个科学界都带进了思维实验室。 So far, we have only been exploring space. We are still in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stage as far as space is concerned. What remains now is to actually make use of space, to get out and stay there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to set up space stations, to build solar power stations, to have laboratories and factories that can do things in space that ar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do on Earth, and eventually to have space settlements in which thousands of people can be housed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阿西莫夫出生在苏联，3岁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小沉迷于百科全书。他博士主修化学，但爱上写科幻，因为他说科学要说服大脑，而科幻可以撬动灵魂。除了机器人系列，他还写下基地系列，构想出心理史学这种预测人类社会走向的数学模型，影响了马斯克、OpenAI、斯坦福 AI 实验室。阿西莫夫的小说设定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信息过载、算法统治、技术垄断，是不是很眼熟？ Okay, let's spend a minute here tal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you've written 221 books So far. so far. Published. Is that a compulsive behavior, do you think? I enjoy it. You know, why not? Sure. But I say to myself, here I am, a handsome writer. Why shouldn't I write? Yeah. 他一天能写1万字，一生写了500多本书，内容从小说到历史、圣经注释，甚至下厨房的科学原理。他口才极快，演讲风趣，常自嘲说：“我不幽默，但我快。”他不追名利，不写恐慌主义的末日故事，而是相信人类值得被引导，而不是被吓坏。在 AI 还只是电路幻想的时候，他已经在小说里反复追问：人类要成为主宰还是合作者？他是硬科幻的鼻祖，把科学合理性写进文学标准。他让机器人这个词从诡异设定变成严肃话题。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机器人三定律被写进 MIT、斯坦福的 AI 课程大纲。他是用小说改变科技未来的那种人，不敲键盘造火箭，但能敲键盘改变造火箭的人。阿西莫夫曾说，科幻作家的任务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预防它。而我们如今讨论 AI、算法、伦理焦虑时，还在用它的语言思考。或许这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猜中了技术，而是提醒我们，在速度之外，还要想清楚方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